他是帝国皇子，但皇帝老子要杀他，太子要杀他，天下第一美女要杀他，所以他只能训练出一支无敌的特种部队自保，只能在酒后写出震惊天下的诗词，只能虎躯一震，将封地治理成世外桃源，让四方能臣武将皆来投。妖娆的黑衣女子将脚踩在卢树的胸膛上，一柄利剑停在他的喉咙前，随时准备着刺下去。卢树的脸色铁青，眼中闪烁着愤怒的火焰，他毫不畏惧地挑战着黑衣女子，表明自己的决心。然而黑衣女子却毫不在乎，甚至嘲笑他的勇气。他不仅没有放过卢树，还威胁道，如果卢树稍有动作，他就会封闭他的经脉，让他无法自尽。卢树的愤怒和无奈交织在一起，他挣扎着想要做出什么反击，但最终失败了。黑衣女子的嘲笑声在雪地中回荡，令人心悸。而在车队前，气氛变得极度紧张，伤兵们骑着战马，摆出了骑兵冲锋的架势，准备随时发动进攻。同时50名藏剑少年已经悄然藏匿在黑衣女子周围，准备着发动突袭。他们举起弓弩，准备释放箭雨。北风呼啸而过，带来了王旗的咆哮声，让气氛更加紧张。就在此时，一位玉面朱唇的少年骑着白马走出车队，他是夏天，荒州王府的主人。他面对黑衣女子毫不畏惧，甚至还散发着自信和风采。黑衣女子被他的气势所吸引，不禁对他产生了些许惊艳之感。夏天主动提出以自己的生命来换取卢树的安全，这一举动引起了众人的震惊和感动。卢树感激涕零，而其他人也纷纷表示不忍见王爷冒险。夏天和黑衣妖女之间的对决一触即发，剑光闪烁间，夏天毫不畏惧地迎向黑衣妖女的攻击，展现出了一名真正的王者风范。黑衣妖女距离夏天只有10米之遥，剑光闪烁间，如同地狱的深渊，似乎要将他们吞噬殆尽，将他们的心灵彻底吞噬，再将他们埋葬在永恒的黑暗之中。突然，一圈白雪爆裂开来，风吹起雪雾在空中飘扬。一群藏剑少年抱着必死之心飞身而出，试图用自己的身躯挡住黑衣妖女的利剑，但他们的动作已经迟缓了。黑衣妖女的速度远远超过他们的想象。就在黑衣妖女的剑即将刺中时，夏天不闪不避，反而主动迎上去，胸膛暴露在剑锋之下。黑衣妖女眼中闪过一丝冷漠，并没有停下攻击，而是将剑刺向夏天的胸膛。然而剑尖却并没有刺入鲜血，而是碰到了夏天胸前的一块坚硬物体，发出了金铁相撞的声音。众人这才回过神来，惊喜地发现夏天的胸前竟是装着铁块，剑刺并未对他造成伤害。随着一声剧烈的碎裂声，黑衣妖女的剑尖断裂了，夏天也趁机躲开了他的攻击。藏剑少年们纷纷落地，试图用自己的身躯挡住黑衣妖女，但他却毫不费力地将他们拍飞。黑衣妖女冷笑一声，轻易摆脱了藏剑少年的阻挡，他的手段迅猛无比，让众人心头生寒。夏天见状，从怀中取出一粒疗伤之药，迅速服下，感觉身体舒畅了许多。而在他身后，赵子长已然出手，手持一根铁棍向黑衣妖女袭来。黑衣妖女原本以为赵子长只是一个普通的侍卫，却没想到他竟然是一位高手，他的攻击被他轻易化解。此时另一根铁棍已经袭至，黑衣妖女感受到了死亡的阴影。赵子长挺拔站立，身后的夏天吐出了淤血，但依然坚定地站立在雪地上。一只鸽子飞过，优雅地站立在夏天身旁，夏天擦去了嘴角的血迹，向众人宣告自己并未受伤。荒州王府的众人都松了一口气，但仍然保持警惕，等待着黑衣妖女的下场。他们心中期待着看到黑衣妖女头颅爆裂的一幕，以此来解除内心的愤恨。在他们看来，谁要是敢对荒州王府不利，必须以极其惨烈的方式死去，头颅炸裂才足以平息他们的怒火。然而黑衣妖女发出一声尖叫，燃烧其体内所有的真气，将其附在头皮上，自己不会被轻易杀死。但就在此时，赵子长挥舞着铁棍，毫不犹豫地敲击在黑衣妖女的头上，真气崩溃，头颅破碎，鲜血飞溅，头骨裂开。黑衣妖女被砸跪在雪地上，口中流血，眼中充满了仇恨。黑衣妖女艰难地开口，嘴角溢出血迹，表示荒州王想逃脱她的复仇是不可能的。在说着话的过程中，她的气息越来越微弱，最终闭上了眼睛，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。赵子长确认了黑衣妖女的死亡，向夏天询问如何处理尸体。夏天下令让众人将其遗物搜出并分类整理，然后交给总管收入王府库房。王府的库房此时已经成为一个移动的车队，其中储存着各种物资和战利品。夏天对赵子长表示感激，并赏赐他10两黄金作为奖励。赵子长谦虚地接受了奖赏，并询问是否需要自理食宿。夏天表示入府之人的食宿都由王府提供，并且每月还有俸禄可领。赵子长笑着表示自己暂时用不着钱，将奖赏放在库房中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夏天将赵子长的奖赏存放在库房中，
并告知他可以随时领取。赵子长感到兴奋，认识到自己已经被王府认可，成为了核心之人。如数跪在夏天面前，认错自己学艺不精。夏天却并不责怪他，并表示府中人人为我，我为人人，团结一心，所向无敌。府中众人纷纷表示效忠，发自肺腑地高呼荒州王府的口号。在帝都的太子府，太子愤怒地砸东西，呼喊着要报仇。一名身穿红衣的绝世美人出现在大殿中，表示要为太子报仇，要先采捕男人之精，然后让他受尽折磨而死。太子对此心生期待，但红衣女子却嘲讽他身体虚弱，不适合他。太子愤怒至极，但却束手无策。皇宫御书房内，一片昏黄的灯光映衬着夏帝孤独的身影，红烛熊熊燃烧，烛泪滑落在烛台上，形成了各种玄奥的图案。夏帝批完最后一个奏折，站起身来，拉开房门，迎面来的是风雪交加的景象。这大雪何时停止？夏帝叹息着自问。他焦虑地望着天空，冰雪覆盖的景象让他心情烦躁不安。往年的这个时候，春意盎然，草木萌动，是农人播种的时节。然而，今年却是暴风雪不断，气温异常寒冷。夏帝心中充满了忧虑和焦急。我为何在这龙椅上兢兢业业治理天下，却无法让我的子民温饱？他指着天空怒吼：难道是朕做的不够好吗？难道老天要冻死我大夏子民吗？周围的侍卫、太监都战战兢兢，不敢出声。夏帝的怒气逐渐平息，询问钦天监的情况。钦天监报告说，不仅大夏国遭受暴风雪，其他国家也同样受到影响。夏帝决定让他们祭祀天地神灵，祈求暴雪停止。接着，夏帝得知关于纵横学派的消息，他们通常引事做学问，但一旦天下有乱象，便会出来搅局。夏帝冷漠地表示要斩草除根，不能让他们在大夏朝添乱。夏帝询问了九皇子的情况，得知了九皇子对付太子的举动。听到九皇子居然灭了二龙山的土匪，夏帝眉头一皱，心中不禁生出疑问。老太监透露，九皇子还向天下土匪宣战，这让夏帝感到震惊。夏帝怀疑九皇子隐藏了更多本事，但他决定支持九皇子扬名天下，因为九皇子的行动有助于巩固王权。他命令左右丞相谈论九皇子的言行，让这些话传遍天下。夏帝心情舒畅，对九皇子的行为感到满意。老太监则向他透露九皇子正在做的另一件大事。夏帝迫不及待地询问，他对九皇子的期待与好奇心愈发增加。老太监觉察到夏帝对九皇子的态度异常，引起了他的深深疑虑。夏帝曾对九皇子心生杀意，甚至差点让他丧命于太子的计谋之下。然而，距离九皇子被赶出帝都仅过2天，夏帝对他的敌意却似乎有所减弱，这一点让老太监感到十分不寻常。他痛苦地蹒跚着脚步，向夏帝述说着九皇子剿灭二龙山的事情。在老太监的描述中，二龙山被描绘成太子在帝都外的据点，以养匪、抢劫、杀人、搜刮财物为生，甚至掌控着东宫死事，成为太子发展的资金来源。九皇子一举剿灭二龙山后，缴获了大量粮食和财宝，其中包括了能够支撑东宫发展的巨额资金。老太监忧心忡忡地告诉夏帝，九皇子似乎没有将这些战利品交给朝廷。夏帝听闻此事，心中升起一丝疑虑和不满。他责备九皇子被眼前的小利益所迷惑，对他的期望感到失望。然而，老太监却指出，九皇子并没有私自占有战利品，而是将其用于救济百姓，并以朝廷的名义行事，树立了夏帝的仁德之名。这样的行为让夏帝对九皇子的印象有所改观，但仍有疑虑。老太监继续解释九皇子的行为，他指出九皇子并非私心所驱使，而是希望以此赢得人心，展现他对夏帝和朝廷的忠诚和尊重。此外，九皇子每到一村都亲自背粮食进村救济百姓，展现了他的谦和和勤劳。夏帝听闻此事，心中对九皇子的疑虑逐渐消散，认为九皇子是为国为民，值得嘉奖。然而，老太监随后提到了高公公和花无剑2个人似乎对九皇子的行动心存不轨，在送一家的过程中暗中谋划。夏帝对此表示强烈不满，命令将这2人拉来对质。太子被带到御书房，被问及此事，他慌乱地否认与此有关。在夏帝的质问下，太子不得不承认自己与此有关，并试图推卸责任。夏帝对太子的背叛感到愤怒，决定严惩不贷，将太子府的俸银罚没1年，并捐赠白银给荒州王府。同时，太子被限制禁足，以此作为惩罚。太子感到绝望和恐惧，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仇恨。他决定要对九皇子进行报复。在深夜的皇宫中，孤山殿内灯火依旧通明。秦贵妃身姿俏丽，绣着一件王袍，脸上洋溢着柔美的笑容。窗外，夏帝静立已久，每当见到秦贵妃这样的笑容，都不由得放松下来。
夏帝终于开口，询问起秦贵妃是否在为小九缝制王袍。秦贵妃转身回答，表情冷淡，否认了任何与小九有关的情感或事件。夏帝开始谈论小九在外面的举动，称赞他有勇有谋，希望能够给予封王的奖励。夏帝继续透露他的计划，似乎在暗示对付那些不服他的人，尤其是那个进入秦贵妃寝宫的人。他表示，任何进入过秦贵妃寝宫的男人都会被处置，即使是前秦第一剑圣。秦贵妃心中有些不安，但仍保持沉默，继续绣着王袍。夏帝突然转变了态度，表示要将封王的王袍送给小九，并提到了罚太子的事情。秦贵妃对夏帝的行为感到疑惑，但夏帝只是笑而不语，随即离去。秦贵妃站在窗前，思索着夏帝的行为，心中充满了疑问和不解。她意识到夏帝有着深远的目的，但对于他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，她一时无法理解。在左相府，司马迁对荒州王的壮志和王道表示赞赏，决定派人前去观察荒州王的行动。他深知荒州王的野心，也意识到荒州王可能是要统一大陆的人选。在东宫中，太子对夏帝的态度转变感到困惑和愤怒，表现出对父皇的不满和焦虑。太子的生活陷入了困境，而他对未来的担忧和不安也在逐渐增加。大夏朝坐落在苍茫大地之上，是一个历史悠久、权谋纷争的帝国。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，权力的争夺从未停歇，每一个人都在谋求着自己的利益和野心。左丞相是大夏朝百官之首，权势熏天，掌握着帝国的命脉。曹薇曾是前秦朝的右丞相，心怀雄心壮志，一直向往着左丞相之位。为了达到这个目标，他不惜帮助夏帝篡位，但他没有料到，夏帝在登上龙以后，却选择了司马迁作为左丞相。这个决定让曹薇心生不满和怨恨。曹薇被封为太师，教导太子，并将自己的庶女嫁给太子做侧妃，以安抚他的心。然而，曹薇并不满足于此，他眼中的太子并非真正的皇位继承人，而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傀儡。于是，在内外两方面，曹薇暗中为太子谋划，为自己谋取更大的权力。然而，事情并不如他所料，废弃的九皇子夏天被多次刺杀，却奇迹般的幸存下来，更是在民间赢得了声望。这让曹薇心中充满了愤怒和挫败感。太子对夏天的执念也越来越深，他要为自己的野心和怨恨而行动。在一次与太子商议后，曹薇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太子已经陷入了疯狂的状态，不再听从他的劝告。他们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夏帝的支持，反而让太子陷入了更加危险的境地。曹薇决定重新评估局势，暂时停止追杀夏天，寻找更稳妥的解决方案。然而，太子却坚持要立即行动，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太子已经做出了决定，他要立刻消灭夏天，不顾一切后果。在暗中策划之时，曹薇内心充满了愤怒和仇恨。他誓言要将废物皇子夏天彻底消灭，让他的王道永远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清晨，雪停了，乌云散去，太阳挣脱了黑暗的束缚，露出半边灿烂的脸庞。在大相国寺，李芙蓉，那位被囚禁在二龙山洞铁笼中的美丽女子，如今已经神秘地回到了帝都。在她消失的那段时间里，李国公夫妇每日都来大相国寺为她祈福。而今，她神奇地归来了，带着李国公夫妇前来还愿。李芙蓉虔诚地跪在佛像前，闭上美目，双手合十，默默地为夏天祈福。她祈愿菩萨保佑那位救过她的好人长命百岁，无病无灾，平安幸福。李母旁听间断的祈福声，皱了皱眉头。她心知肚明，女儿在为那位救她的好人祈福。李芙蓉并没有瞒着李国公夫妇被山匪掳走的经历。得知太子是匪寨幕后之人后，李国公心急如焚，几乎要提刀挺身而出。幸好李母和李芙蓉劝阻，才化解了这场危机。李芙蓉祈祷结束后，李国公走到母女身边，神色复杂地说道：“二龙山匪寨的消息已经在帝都流传开来，夏天夺取了匪寨，宣战恶匪。”李芙蓉心中一喜，迫切地询问是否有夏天的画像。然而，李国公摇头表示没有。夏天一直深居简出，鲜有露面，但李芙蓉不甘心，他让大和尚拿来笔墨，亲自描绘夏天的图画。不久，一幅与夏天相似的画像出现在纸上。李芙蓉眼中闪过喜悦之色，她终于找到了那位救她于水深火热中的好人。李国公则思虑着未来的打算，他决定支持夏天，以帮助他在朝中立足。李芙蓉对此表示感激，他发誓一定会报答夏天的救命之恩。然而，李国公提醒他，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最好的办法是让夏天成为太子，保护自己不受现在太子的觊觎。在另一处，叶金莲乘坐马车前往皇宫，准备向夏帝讲述自己的经历。他心中犹豫，夏天的人气在帝都飙升，但同时也有人对太子持怀疑态度。在朝会上，叶金莲面对夏帝和群臣，诚实地讲述了猛虎山的遭遇，
但没有提及夏天的救援。然而，他的一句话却让群臣震惊不已：猛虎山上的匪首竟是太子。夏帝和群臣闻言大惊，而曹薇则心怀忐忑，意识到太子可能陷入了陷阱之中，如何自证清白成了紧迫的问题。但他却感到束手无策。曹薇站在大殿中心，环顾四周，目光如猎鹰般锐利。他深知身处此地的人无不是经验丰富、心思缜密之人。然而，其中的御史们尤为让他头痛。这些言辞利剑般的御史们以找茬为乐，任何犯错之人都难逃其锋芒，就连他这位右丞相也不例外。特别是李健这位御史中的佼佼者，更是让人闻风丧胆。曾经在朝堂上，李健凭借犀利的口才和精湛的武艺，以及对兵法的精通，一举成名，声震朝野。即便是皇帝也对他畏惧3分。而现在，他更是成为荒州王夏天的追随者，一力帮助夏天在朝堂上立足。曹薇暗自警惕，绝不能招惹这个口舌如刀的男人。然而，他内心却也清楚，猛虎山一事肯定有人在背后操纵。他决定将矛头指向左丞相司马迁，尽管他没有确凿的证据，但心中怀疑之情已经犹如火焰般燃烧。司马迁的笑容让曹薇感到不安，他知道对方已经察觉到他的意图。然而，这一切在李健出手之前突然发生了变化。李健提出彻查青州总督叶凡之死的建议，得到众御史的响应。曹薇心头一沉，他意识到事情已经不妙。皇帝决定任命李健为特使，彻查此案，这无疑是对曹薇的警告。在场的气氛紧张而压抑，曹薇感到身心俱疲。然而，更让他感到恐惧的是，李健的目光始终如同钢针般锐利，直刺他的内心深处。当李健提出要求接任兵部尚书时，曹薇内心一阵咆哮。他知道拒绝将会惹来更大的麻烦，只能无奈的妥协。此时，他深深地感受到了权力的无常和残酷。李健得逞而去，留下曹薇独自苦思，自己的处境已经岌岌可危。然而，他也清楚，这一切都只是权谋的一部分。在这个尔虞我诈的朝堂上，生存本就是一场无尽的较量。当他看到李健转身离去时，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愤怒。面对这个可怕而阴险的对手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小心应对，才能保全自己的太子命。大殿外，乌云散尽，火红的太阳洒下温暖的光辉。李国公感受到温暖，心中一亮。难道今年的倒春寒终于过去了吗？倒春寒，一种反常天气，春天的应该是由寒转暖，但寒流依然挥之不去，导致春日如冬。李健心中微笑，温暖的天气意味着底层子民有了生机，对他重新踏入朝堂是个好兆头吗？不知不觉间，他的思绪转向朝政。这些年来，大夏朝廷一直由太子监国，但太子表现不佳，未能赢得众臣认可。7位王子都渴望登上皇位，甚至有篡位之意。大夏朝廷内部已是暗流涌动。李健决定将荒州王送上皇位，他是个有家国情怀的人。太监魏公公传召李国公和曹丞相入宫，李国公和曹薇都心生一动。在御书房中，夏帝质问曹薇为何为上书言论，曹薇递上奏折，称已写好，但未及递交。夏帝责怪曹薇因在朝会上呈上，曹薇却冷笑道：“九皇子在宫中装痴卖傻，出宫后突然悟出王道，难免令人怀疑。”李国公和曹薇对视一眼，感受到了曹薇要搞事的意图。夏帝疑虑曹薇是否有欺君之罪，但司马迁的奏折却以深邃的4例震撼夏帝，使其信服，并得出曹薇、司马兰和荒州王无欺君之罪的结论。曹薇虽被褒奖，但内心却充满了恐惧和焦虑，怀疑废黜的皇子是否真的成圣。